第一步只打算飞5年，却走了将近半个世纪。今晚，先别急着看星星，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星星之间那片看似空无一物的黑暗。那里有2艘来自地球的太空船，它们没有人工智能，没有彩色荧幕，记忆体甚至比不上今天一张普通照片。可它们已经走了将近半个世纪。截至2026年8月，航海者1号距离地球约257亿公里，航海者2号也已远在约213亿公里之外。一道指令飞到航海者1号，要走超过23小时，它回复的讯号再走23个多小时。地球问一句，最快也要将近2天才等得到回答。然而真正令人不安的还不是距离，而是他们抵达太阳系边缘之后看见的东西。科学家原以为那里应该有一道清楚的界限，像岸边，像国境，跨过去，太阳系结束，再往前，星际空间开始。可航海者号传回的答案完全不是这样。边界比预测更远，形状比模型更怪，它会起伏，会震动，甚至像在呼吸。就连太阳也能隔着几十亿公里，在星际空间掀起一场看不见的海啸。今晚我们要追踪7项发现。其次，现实把人类最有把握的模型逼回了绘图桌，而故事要从1977年开始。那一年，没有人想到，这2艘只打算工作5年的太空船，最后会替人类摸到星际空间的门槛。如果你也喜欢这类慢慢揭开谜底的宇宙故事，可以订阅频道。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发射台。那是1977年 ，NASA 发射了2艘相同的太空船，预计这项任务将持续5年。航海者2号将于8月20日从卡纳维尔角发射升空，航海者1号将于9月5日发射升空。飞行轨迹更快，将率先抵达木星和土星。这些名称反映的是它们的到达顺序，而不是它们的发射顺序。每艘太空船的质量大约722公斤。最醒目的是直径3.7公尺的高增益天线，那面白色的大碟子是它们与地球之间唯一的耳朵，也是唯一的嘴。它们携带了一系列研究木星和土星的仪器。这2颗行星是我们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这次任务被称为大巡游，利用了每176年发生一次的罕见行星连珠现象。这种宇宙构造使得太空船能够利用引力助推，从一颗行星弹射到另一颗行星，让一次任务有机会依次造访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如果没有这种排列，访问所有4个行星将需要单独的任务，并且需要比任何火箭所能携带的燃料多得多的燃料。行星们排列得天衣无缝。NASA 抓住了这个机会。原计划很简单，5年时间研究木星和土星，然后随着电力逐渐减弱，仪器停止运作，太空船漂流到外太阳系。没有人指望这些太空船的使用寿命能超过保固期，没有人预测他们在将近49年后的2026年竟然还能继续工作，更没有人预料到他们最伟大的发现并非来自行星，而是来自行星之外，来自科学家们自以为已经了解的边界。但以下是1977年科学家对太阳系边缘的看法。他们知道太阳会不断释放出一股带电粒子流，称为太阳风。这种风以每秒约400至800公里的速度向各个方向吹去。它是一种等离子体，是由质子和电子组成的浓汤，温度极高，原子都会被撕裂，
太阳风是在19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被发现的。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尤金·帕克根据理论计算预测了它的存在。他证明，太阳的日冕，太阳大气层的最外层温度极高，以至于无法受到引力束缚，气体必须持续向外流动。帕克的预测起初引起了争议，有些科学家认为太阳风一定是短暂的，只会在太阳风暴期间出现。但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太空船测量证实，太阳风是持续流动的，每天、每年，无论太阳活动量如何，太阳都会透过这种风不断损失质量，大约每秒损失100万吨。这听起来很多，但太阳质量如此之大，即使这样，也需要数万亿年的时间才能失去其质量的很大一部分。最终，这股太阳风必须撞击某个物体，它不可能无限扩张。银河系并非空无一物，恒星之间有气体，极度稀薄，但确实存在，大约每立方公分只有 0.1 个原子。作为对比，地球海平面的大气层每立方公分大约含有10的19次方个原子，因此星际空间的密度比空气的密度小10的19次方，它比我们在最好的实验室里所能创造的真空还要好。但这并非毫无意义，在宇宙的遥远距离上，即使是这种稀薄的气体也具有质量、压力和动量。星际介质也在运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大流量，而是因为太阳穿过它。太阳确实以每秒约220公里的速度绕行银河系中心，但决定日球层外形的并不是这个公转速度，真正要看的是太阳与附近星际气体之间的相对速度，大约每秒26公里，也就是每小时约 9.4 万公里。从太阳的角度看，那片稀薄气体就像一股迎面吹来的星际风。太阳风与星际介质交汇处会形成边界，科学家称为日球层顶。太阳影响范围的尽头，也是真正星际空间的起点。太阳风向外的压力与星际介质向内的压力相等的地方，日球层顶之外是不再受太阳主导的空间，银河磁场占主导地位的空间，银河宇宙射线自由流动的地方。这里的性质是由星系而不是我们的恒星决定的。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科学家们已经建立了复杂的电脑模型来模拟这一边界。他们进行了3维磁流体动力学模拟，这些模拟包括磁场、等离子体动力学以及太阳在星际介质中运动的影响。他们预测日球层顶大致呈球形，或许略微拉长，像彗星的尾巴，或许会沿着与太阳运动方向相反的方向稍微拉长，形成一条尾巴，但基本对称，一个围绕着太阳的气泡，在各个方向上都保持着相当一致的距离。他们计算出它距离太阳大约有90到100个天文单位，一天文单位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大约 1.5 亿公里。所以90到100天文单位相当于大约135亿到150亿公里。根据现有数据来看，这似乎是合理的。模型假设星际介质的密度和压力相当均匀，他们认为太阳穿过它的速度不会太快。他们假设太阳风的输出量相当恒定。所有合理假设均基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可获得的有限数据。他们透过对地球附近太阳风的测量，得知了太阳风的强度。他们透过天文观测估算了星际介质的压力。他们计算了公式，90到100天文单位，那就是航海者号应该穿越的地方。在到达日球层顶之前，太阳风会遇到一种称为终止激波的冲击波，这是因为太阳风是超音速的，它的移动速度比压力波在等离子体中传播的速度还要快。气体中声速取决于温度和成分，在太阳风等离子体中，
声速通常在每秒50到100公里左右，太阳风的流速为每秒400至800公里，所以它的运动速度是音速的5到10倍，它是超音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超磁音速的，因为磁场会影响等离子体中的波传播。当超音速气流遇到障碍物时，会在障碍物前方形成冲击波，在空中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超音速飞机会产生音爆。这种情况在等离子体中也同样适用。在中置激波处，太阳风会突然从超音速减速到亚音速，从大约每秒400到800公里下降到可能每秒80到160公里。等离子体会升温并压缩，密度将增加3到4倍，温度还会大幅升高。高能粒子会被冲击波加速，并被与冲击波结构相关的电磁场提升到很高的能量。模型预测中置激波将在75至90天文单位左右，比日球层顶本身要近一些。确切距离取决于太阳活动。在太阳活动高峰期，当太阳产生更多太阳风时，增加的压力会将中置激波推得更远。在太阳活动极小期，太阳风减少，冲击波会向内移动。在中置激波和日球层顶之间，存在一个称为日球鞘的区域。太阳风等离子体速度减慢且温度升高，整体上向外流动，但也向侧面流动，试图绕过星际介质的障碍物。日球鞘内的气流不会平稳，它会非常湍急，充满磁场不规则性和等离子体不稳定性，但它仍然主要由太阳物质构成，即源自太阳的粒子。预计日球鞘的厚度可能为10至20天文单位，是受激太阳风和真正的星际空间之间的过渡区域。在日球层顶之外，银河宇宙射线将占据主导地位。来自超新星爆发和银河系其他剧烈事件的高能粒子，这些粒子大多被太阳磁场和太阳风阻挡在内太阳系之外，它们可以穿透到日球层，但强度会降低。日球层就像一个盾牌，能够偏转或减缓许多宇宙射线，使其无法到达内行星，但越过日球层顶，它们的强度将显著增加。模型显示，宇宙射线强度可能会比地球轨道上的强度高出2倍甚至3倍。穿过日球层顶的过渡应该相当急剧。模型显示，从日球鞘进入星际空间最多可能需要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太空船应该会观测到太阳风等离子体突然消失，或至少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银河宇宙射线应该会突然增加。当太空船遇到银河系磁场而不是太阳磁场时，磁场方向应该会改变。人们预期银河系磁场的方向与太阳磁场的方向不同。太阳在日球层中的磁场大致呈放射状向外延伸，但由于太阳的自转而发生扭曲和缠绕。银河场的方向应该根据银河系的大尺度结构来决定。模型显示，它应该与太阳的径向方向形成一个较大的角度，因此在穿越日球层顶时，仪器应该能够检测到所有这些变化。等离子体消失，宇宙射线数量增加，磁场旋转到新的方向，所有这一切都在几周到几个月的时间内发生。科学家对基本情况很有信心，磁流体力学方程式已经相当完善，冲击波和等离子体动力学的物理学原理已被研究了数十年。这些模型经过多年的反复改进，它们可能对确切的距离有误，但整体结构应该与模型相符。中置冲击波发生在75至90天文单位附近，厚度为10至20天文单位的日球鞘，日球层顶位于天文单位90至100处。太阳系和星际空间之间有一条清晰、相对分明的边界。然而，当航海者号真的飞到那里，图上的边界没有出现，
至少没有以人们预想的方式出现。基本物理没有错，错的是人类把一片会流动、会扭曲、会受磁场拉扯的海洋画成了一条安静的线。第一道裂缝已经出现。要了解这些发现为何如此非凡，就需要了解使之成为可能的技术。因为航海者号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它利用20世纪70年代早期设计和制造的设备来实现的。个人电脑出现之前，在网络出现之前，手机出现之前，以现代标准来看，每艘航海者号探测器上的电脑都极为原始。每艘太空船都配备3个协同工作的电脑系统。电脑控制系统处理来自地球的指令，飞行数据系统处理科学数据，姿态和关节控制系统管理方向和指向。这3个系统加起来大约有68千位元组的记忆体，一只容量256G 的手机，能储存的资料大约是2艘航海者号电脑记忆体总和的近200万倍。但是工程师仍然可以向这些机器上传软体修补程式。2002年 NASA 向航海者1号上传了新程式码，以解决记忆体模组故障的问题。2017年工程师让航海者1号重新点燃一组轨迹修正推进器，那组推进器已经沉睡了37年。点火指令传出去后，所有人只能等。40多个小时后，讯号回来，推进器成功工作。想象一下，你要除错一套将近半个世纪前写下的软体，它运行在你无法触及的硬体上。送往航海者1号的每个命令都要飞行超过23小时。电力来自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电机 RTG， 每艘太空船3个，它们含有钚238。钚238会自然衰变并产生热量，热电偶可以将热能转换为电能。发射时，每艘太空船产生约470瓦的功率，但不会随着时间而衰变，功率输出稳定下降，每年约下降4瓦。到了2026年，它能使用的电力已经低于发射时的一半。这种能力的下降是最终的限制因素。每台仪器、每个加热器、每个发射器都依赖这笔日益减少的预算。随着电力供应下降，工程师必须决定关闭哪些设备。1990年拍完太阳系全家福后，摄影机被主动关闭。多年来，各种仪器都已停止运作，没有人能准确预告最后一刻。工程团队的目标是让至少一部科学仪器尽量工作到2030年代，但下一次故障何时到来，谁也不知道。通讯透过深空网路进行，加州、西班牙和澳洲的3座大型无线电天线阵列围绕地球分布，因此至少总是有人能看到太空船。3个站点各有多座天线，其中最大的蝶形天线直径达70公尺。航海者1号的讯号单程要飞超过23小时，航海者2号的讯号单程也要大约19个半小时。工程师发出指令后，先要等讯号抵达太空船，再等回复慢慢飞回地球。对航海者1号来说，最简单的一问一答也要等上将近2天。每艘太空船的无线电发射功率大约只有23瓦，和一盏小灯的耗电量相近。当讯号跨越数十亿公里到达地球时，已经变得极其微弱，落到地球天线上的功率只剩10的-18次方瓦量级，也就是10亿分之一，再乘10亿分之一瓦。正是这项技术发现了太阳系边缘的奥秘。记忆体装不下一张现代手机照片的电脑，发射功率只有23瓦的无线电，采用计算尺设计的仪器。当我们探讨他们的发现时，请记住这一点：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震惊了所有研究过数据的科学家。第二步，地图上没有的边界。2004年12月16日，航海者1号终于抵达中指基波，太空船距离太阳94天文单位，140亿公里。科学家曾预测中指基波将在75至90天文单位，航海者号已经超出那个范围了。中指基波是指太阳风速度突然从超音速减慢到亚音速的地方，这是一个真实的物理边界。等离子体在这里被压缩和加热。航海者号探测器发现它的位置比预期的要远，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有点奇怪了。路口不干净。航海者号于2002年8月1日在85天文单位探测到冲击波，然后冲击波转移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边界向外移动，航海者号再次进入超音速太阳风，冲击痕迹消失了。2003年，航海者号再次探测到它，随着太空船向外移动，冲击波会席卷整个太空船，然后逐渐消退，最终在2004年12月16日，航海者号穿越并停留在更远的、密度更高的等离子体区域。这种边界的呼吸运动是由太阳活动引起的。当太阳强烈爆发时，增加的太阳风压力会将冲击波推得更远。当活动减少时，冲击波会向内移动。边界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2007年8月30日，航海者2号在84天文单位穿过中指基波，125.5亿公里。等等，航海者2号比航海者1号更靠近太阳，距离近了约10个天文单位，即15亿公里。如果边界是球形的，那么两个太空船应该在大致相同的距离处穿过。这是第一个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形状是错的。日球层并非一个简单的气泡，它在某些方向上被压缩，在另一些方向上被拉伸。航海者1号正朝着银河系的鼻子方向前进，也就是太阳在银河系中移动的方向。航海者2号正朝着侧面飞行，鼻子会因太阳的移动而受到挤压，就像航行中的船只前方的船首波一样，身体两侧和尾部向外伸展。两艘航海者号探测器正在对一个复杂的不对称结构的不同部分进行采样。科学家早就怀疑情况可能如此，现在他们有证据了。穿越中指基波后，两艘航海者号探测器进入了被称为日球鞘的区域。这本应很简单，太阳风等离子体向外和向侧方缓慢流动，动荡不安，但可预测。太阳风冲击波与星际空间之间的过渡区域，科学家预计航海者号探测器将在穿越该区域后，花费5到10年时间才能到达日球层顶。日球鞘厚度应为10至20天文单位。根据航海者1号的位置和速度，穿越日球层顶原本估计会在2015年左右发生，那大约是100到110天文单位。但从2010年开始，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航海者1号开始侦测到越来越多的银河宇宙射线，这些是来自超新星爆发和银河系其他剧烈事件的高能粒子，它们的强度应该在日球层顶急剧增加，而不是在日球鞘的中间。同时，来自太阳的低能粒子正在减少，太阳粒子应该在日球层顶消失，而不是在此之前逐渐消失。问题是，航海者1号的电浆科学仪早已失灵，它不能直接量到太阳风，研究团队只能依靠带电粒子、磁场与电浆波的蛛丝马迹，一步步推断它究竟走到了哪里。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2012年6月，航海者1号探测到了一些全新的现象，一个磁场线呈放射状排列的区域，
这些磁场线笔直地指向太阳之外，既不缠绕，也不扭曲，而是完美的排列有序。粒子沿着这些磁力线双向流动，太阳粒子向外流动，银河宇宙射线向内流动。磁力线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将日球鞘与星际空间连接起来。科学家称之为磁力高速公路。没有模型预测到这种情况，没有人想到边界上竟会出现这种结构。主流理论认为，太阳磁场与银河系磁场相连，磁力线再次汇合，粒子可以双向自由流动，它就像一座连接两个原本分离地区的桥梁。航海者1号在这条磁力高速公路上停留了大约2个月，在此期间，宇宙射线强度比日球鞘中任何其他地方都高，太阳粒子强度较低。虽然太空船尚未穿越日球层顶，但它正在对一个可以直接通往星际空间的区域进行采样。然后，在2012年8月25日，一切都改变了。太阳风粒子基本上消失，宇宙射线跃升至一个高而稳定的水平。这种变化会在几天内发生，但磁场方向不会改变，它始终指向与整个日球鞘中相同的方向。整个团队愣住了。一些科学家认为航海者号已经穿越了日球层顶。太阳粒子的消失和宇宙射线的激增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另一些人则认为，由于没有磁场旋转，所以它并没有发生旋转。或许它位于某个中间区域，或许日球层顶有多层。这场争论已经持续了1年多。最终，在2013年9月 ，NASA 正式宣布航海者1号于2012年8月25日穿越了日球层顶。该太空船位于距离太阳121天文单位180亿公里，远远超出模型预测的结果，不是90到100个天文单位，121天文单位，比预期远20%到30%，比许多早期模型预测远出数十亿公里。发现1，边界比预测远了数十亿公里。日球层顶的位置与科学家预想的并不相同，而且这并非一个小错误，它距离我们数十亿公里。这表示模型中的太阳风、星际介质与磁场参数至少有一部分估得不够准，而且边界本身还会随太阳活动移动，不能把数十亿公里的差距只归因于单一原因。这很重要，因为日球层可以保护内太阳系免受银河宇宙射线的侵害。日球层的大小与形状会改变宇宙射线进入内太阳系的难易程度。至于它对地球气候或生物造成多大影响，仍需要更多证据，不能从2条航迹直接下结论。但距离并不是唯一的惊喜。科学家原本期待一个大致规则的气泡，也许迎风面稍微压扁，也许背风面拖出一条长尾巴。可2艘航海者号在不同方向量到的边界、磁场与粒子环境没有交出一张简单的答案。航海者1号在约 121.6 天文单位处穿越，航海者2号则在约119天文单位处穿越。2个数字看似接近，却不能证明整个日球层是一颗圆球，因为太阳风会随着11年活动周期改变，附近星际介质的密度、磁场方向也不是处处一样。今天科学界仍在比较几种互相竞争的形状，有人主张它像彗星，有长长的尾巴，有人认为它更接近圆球，也有模型把它画成被压扁、两端卷起的楔形牛角面包。航海者号没有替我们拍下一张日球层全景照，他们只在2条路线上打了2个穿刺孔，可就是这2个孔已经足以证明那个规整、静止、容易计算的气泡过分简单了。发现2，日球层不是一颗规则、静止的气泡。
真正的形状至今仍是悬案。科学家预计，从日球鞘进入星际空间的过程会相对顺利，在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太阳等离子体消失，宇宙射线增加，磁场重新定向，形成一个边界，过渡清晰。相反，航海者1号接近日球层顶，直到研究团队确认穿越的过程，前后延续了2年多。从2010年开始，宇宙射线逐渐增加，但太空船仍然侦测到太阳等离子体。2012年，它进入了磁力高速公路，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构，粒子沿着磁力线流动，将日球鞘与星际空间连接起来。2012年8月25日，太阳粒子消失，宇宙射线向上跃迁，但磁场不会旋转，这将引发数月的争论。最后，科学家发现，在这个区域，银河系磁场恰好与太阳磁场大致平行，纯属巧合。跨越边界不会导致场发生剧烈旋转，因为边界两侧指向同一方向。航海者2号的穿越方式有所不同，它在2018年11月5日当天完成，比航海者1号快得多。航海者2号探测到磁场方向发生了明显变化，旋转约20度，变化不算剧烈，却清楚可量。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2艘太空船在不同地点交汇，边界结构不均匀。在航海者号探测器上，靠近探测器头部的日球层被压缩了，边界可能更厚或结构更复杂。磁力高速公路现象在那里可能更为常见。在航海者2号的侧面位置，边界更清晰，过渡更快，磁场几何也不同。2艘太空船在交汇后也都侦测到了震荡现象。穿越之后，航海者1号的电浆波仪器听见了一阵阵震荡，那不是太空船重新调回日球层，而是早先从太阳出发的爆发，经过1年多的长途跋涉，撞上星际电浆，让附近电子集体震动。正是这种声音，让研究团队算出电子密度，确认太空船确实已在星际空间。边界线涌过太空船，然后退去。这些震荡是由太阳活动引起的，强烈的太阳风爆发向外穿过日球层，当它们到达日球层顶时，会暂时将其向外推，边界会扩展到太空船之外，然后在脉冲消散时收缩。航海者号探测器捕捉到了日球层顶的呼吸，它随着数十亿公里外的太阳风暴而扩张和收缩。2012年风暴产生的压力波可能要到2014年或2015年才会到达边界，这种动态变化是无法预测的。模型将日球层顶视为稳定的，它会随着太阳周期缓慢移动数年，不会在数周或数月内快速波动。静止的太空船无法在不实际移动的情况下来回穿越，其移动速度不足以使其达到所需的速度。太阳系的边界并非固定不变，这不是一条可以划定的线，你不能说它到此结束。边界是会移动的，有时在短时间内可达几个天文单位。如果你位于120天文单位处，你是在太阳系内还是在星际空间？答案取决于你何时提问。现在，或许是在星际空间；下个月，太阳脉冲到来之后，也许会回到日球鞘；几个月后，再次踏入星际空间。发现3：边界会呼吸，穿越也不是一瞬间。这场转变比预测更复杂、更漫长，也更动态。多重交叉路口、磁力高速公路、震荡，与科学家预测的清晰边界完全不符。第3步，星际空间，原来不是空。跨过边界之后，另一个问题迎面而来：
如果星际空间不是一片空白，它里面到底有什么？航海者1号是第一艘直接采样星际介质的太空船。在航海者号探测器之前，人们对星际空间的所有了解都来自遥感观测、遥远恒星的光谱研究，利用射电观测青云理论模型。航海者号直接测量了它，将仪器插入其中并进行读数，密度约为每立方公分 0.08 个粒子。这个数字低得几乎没有直觉可言，但几乎没有不等于什么都没有，但它并非空无一物。每立方公分 0.08 个粒子意味着每立方公尺8万个粒子，而地球海平面的1立方公尺空气含有大约 2.5 乘以10的25次方个分子，两者相差超过10的20次方倍。但这并非毫无意义。不同粒子、不同测量方法，会得到数千到数万度的温度。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温度衡量的是粒子的平均动能，而不是热含量。由于粒子数量很少，即使温度很高，也不代表热量很高。如果有人暴露在这里，不会因为那个高温数字立刻被烧焦，因为粒子太少，能传递的热量极低，压力约 0.0000000003 帕斯卡。地球海平面的大气压力约为101000帕斯卡。星际压力只有地球海平面大气压的1000万亿分之一量级，可就是这样微弱的压力，仍能在遥远边界上与已经稀薄的太阳风取得平衡。航海者号探测到星际介质中的等离子震荡、压缩波和稀疏波在等离子体中传播。2012年和2013年，航海者1号探测到多次震荡爆发，该频率使科学家能够计算电子密度。不同的测量方法会得到略有不同的数值，密度并不完全均匀，在几个天文单位的距离内，其变化幅度为 10% 到 20%。 这些变化会影响日球层顶的结构。密度较高的区域从那个方向对日球层施加更大的压力，粒子密度较低的区域则可能让日球层向外扩张。星际介质也具有磁性，它包含磁场，是星系整体结构的一部分。航海者号量到的星际磁场只有大约 0.4 到 0.5 奈特斯拉，地球表面的磁场大约是5万奈特斯拉。相比之下，星际磁场微弱的几乎可以忽略，可是距离一拉到数十亿公里，它仍然足以改变带电粒子的道路。但在广阔的距离上，即使是这种微弱的磁场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它塑造等离子体流动，它能加速宇宙射线，它将银河系中各个恒星系统连接成一张由磁力线构成的网。这些特性与预测结果均不完全吻合，模型给出的数值相近，但实际测量结果却总是存在差异。密度略高于或低于预期，温度略有不同，磁场强度和方向与模型预测略有出入。每一次测量都能加深人们的理解，并迫使科学家更新模型。发现4：星际介质的细节和模型对不上。星际空间的密度、温度、压力与磁场都与模型有细小却重要的差异。首次直接测量结果揭示了密度、温度、压力和磁场的差异，差别虽小，但足以产生影响。航海者号探测器最令人惊讶的发现之一是侦测到了科学家所说的海啸波。太阳引起的冲击波在星际介质中传播，当太阳产生强烈的爆发，如日冕物质抛射或强烈的太阳风爆发时，这种脉冲会向外穿过日球层。当它到达日球层顶时，会像锤子一样猛烈撞击，撞击会向星际介质中引发冲击波，这些波在星际等离子体中以声速传播。
大约每秒155公里，比太阳风慢得多，但速度也足以在1年内穿越几个天文单位。航海者1号探测器于2012年10月和11月侦测到第一次海啸。等离子波仪器可以侦测到持续数周的震荡，特定频率可用于计算电子密度。2013年4月和5月，第二次海啸来袭，频率不同，表示密度略有变化。第三次发生在2014年3月，2015年第四次。每一波太阳辐射都可以追溯到多年前的一次太阳活动，太阳发生剧烈爆发，脉冲以超音速穿过日球层向外传播，到达日球层顶，向星际空间发射冲击波。数月或数年后，航海者号探测到了掠过其表面的波浪，这显示太阳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日球层顶，不是以太阳风等离子体的形式局限于日球层，而是以压力波、冲击波的形式在星际介质中传播。这些波可能不会无限传播，随着能量扩散到更大的区域，它们会逐渐消散，但它们可以行进相当远的距离，甚至可能到达日球层顶之外数十个天文单位。这次探测也证实了航海者号探测器已经穿越了日球层顶。这些波浪来自太阳的方向，它们会穿越星际等离子体。如果航海者号仍在日球壳中，它将直接侦测到太阳风脉冲，不是在星际介质中传播的冲击波。海啸完全出乎意料，没有任何模型预测星际空间中的太空船能够探测到太阳的爆发。科学家早就知道，超新星爆发会在星际介质中产生冲击波，但来自太阳的扰动竟能在日球层顶之外数十亿公里处留下可测量的波动。发现5，太阳能在星际空间掀起海啸。太阳风暴引发的压力波竟然能越过日球层顶，在星际空间继续传播。太阳的影响范围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广，这或许是最令人费解的发现。星际空间中的磁场方向与科学家的预期并不相符。在航海者1号穿越日球层顶之前，模型预测银河系磁场的方向与太阳磁场的方向不同。太阳磁场整体呈放射状向外延伸，但由于自转和湍流而变得扭曲缠绕。银河场的方向应该根据银河系的大尺度结构来决定。我们所在的区域位于猎户臂，猎户臂是一条较小的悬臂，银河系磁场大致应与悬臂平行，因此穿越日球层顶应该会显示磁场的旋转，虽然未必是剧烈的转变，但标志着从太阳主导的领域向星系主导的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航海者1号未侦测到此类变化，穿越后的场方向与穿越前基本相同，这导致了数月的混乱和争论。最终，科学家们得出结论，该区域的局部银河系磁场恰好与太阳磁场大致平行，纯属巧合。星际空间中的磁力线恰好指向航海者1号穿越位置的日球层磁场的方向。航海者2号穿越时空时显示出轻微的磁场旋转，约20度，虽然不显著，但可以衡量。这显示附近星际空间的磁场方向并不均匀，情况各不相同。在航海者1号所在的位置，它指向一个方向；在航海者2号穿越边界的约119天文单位处，方向略有不同，它的指向性也略有不同，这很有道理。星际磁场并不像条形磁铁那样均匀，它结构复杂，扭曲缠绕，受到等离子体流和恒星的影响。但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轻易地从2个数据点推论出结论。我们在相距超过100个天文单位的2个地点进行了测量，它们略有不同。这些点之间的场墙有何变化？它在其他方向上的变化情况如何？我们不知道。
磁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会影响宇宙射线。带电粒子在运动过程中会沿着电场线呈螺旋状运动，磁力线就像是引导粒子的通道。如果银河系磁力线的方向有利，它们会将宇宙射线引导到日球层；如果它们指向错误的方向，宇宙射线就会被偏转。了解局部银河系场结构对于了解地球所受到的宇宙射线辐射至关重要。宇宙射线会影响大气化学，它们产生碳14等同位素，可用于年代测定。它们可能会影响云的形成，它们会增加太空人的辐射剂量。从地质时间尺度来看，宇宙射线通量一直在改变。我们在同位素记录、冰芯和沈积物中都看到了这一点。部分差异源自于地球磁场的变化，部分来自附近的超新星爆发，有些可能来自日球层。随着太阳穿过不同星际压力的区域，屏蔽层也会改变。航海者号探测器为我们提供了目前配置的快照，但这种配置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太阳在银河系中的运动，它也会改变。发现6：磁场没有照剧本转向。星际磁场的方向与人们预期不同，而且即使相隔100多个天文单位，不同地方的数值也会有所不同。银河宇宙射线是来自太阳系外的高能粒子，主要成分是质子，受超新星冲击波、脉冲星风和其他剧烈事件加速。它们携带的能量从数百万电子伏特到数万亿电子伏特不等，有些粒子所带的能量甚至超过了大型强子对撞机所能达到的能量。探测器测量宇宙射线强度和成分，目标是了解日球层如何保护我们免受银河宇宙射线的侵害。当航海者1号穿过日球鞘时，宇宙射线强度逐渐增加。预期的日球鞘越深，屏蔽作用越弱，宇宙射线穿透越多，但宇宙射线的来源方向却令人惊讶。科学家预计来自各个方向的强度大致相等。相反，这里存在不对称性，某些方向的来车比其他方向更多。航海者1号穿越日球层顶后，宇宙射线强度跃升至新的境界，比日球鞘高约 10% 至 20%。 这证实了日球层具有屏蔽作用，即使是距离太阳数十亿公里的外层日球鞘，与星际空间相比，也会使宇宙射线强度降低 10% 到 20%。 但同样，这种方向性分布出乎意料，宇宙射线并非均匀的辐射而来。从某些方向看，画面效果明显增强，另一些方向却明显偏少。航海者2号在穿越后证实了这一点。星际空间中的宇宙射线强度高于日球鞘，方向性各项异性。这种各项异性显示局部星际介质具有结构，或许是附近的来源，例如古老的超新星遗迹，或者说银河系磁场会优先引导宇宙射线来自某些方向。有趣的是，2艘航海者号探测器都侦测到来自银河系中心方向的宇宙射线强度较低。有悖常理，银河系中心拥有最高的恒星密度和最多的超新星爆发，你会预期那个方向会有更多宇宙射线。解释可能是银河系中心附近的磁场强度较强，试图从银河系内部向外传播的宇宙射线会被磁场捕捉和散射，从那个方向到达我们当地的人比较少。这项研究仍在进行中。航海者号探测器首次直接测量了星际空间中宇宙射线的强度和方向性，但是从2个不同位置进行的2次测量并不能完全绘制出3维结构。未来的任务需要探索其他方向。发现7：宇宙射线不是从4面8方平均涌来，它们有明显的方向差异。
而且较强的方向，并不总是人们以为的方向。原分布与简单模型不符。第4步，在摸到边界以前，他们先改写了4个世界。可是2艘只为木星和土星而生的太空船，为什么有机会走到这一步？答案藏在一场176年才出现一次的行星排列里。而这趟真正的星际故事，最先从木星开始。2艘设计用于5年任务的太空船，最终为何在距离太阳180多亿公里的地方取得了这些发现？旅程始于木星，航海者1号于1979年3月抵达木星，航海者2号于1979年7月抵达。这些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太阳系最大行星的认知。木星的大气层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这片巨大的红色斑点展现出复杂的结构。在航海者号探测器之前，天文学家就已经知道大红斑的存在，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不知道它蔓延到了多深的地方。航海者号拍摄的影像显示，这是一个高压系统，一个逆时针旋转的反气旋，风暴高度约为周围云层上方8公里。这种颜色来自于阳光分解大气中较简单的化合物时所产生的复杂有机分子。大气层中存在数十个小型风暴，白色椭圆和棕色驳船，每个都比地球上大多数飓风还要大。这些风暴相互作用，有时会合并，有时会在木星强大的风和自转的支配下，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交错。大气层中出现闪电，这种闪电与地球上的闪电类似，都是云层之间或云与更深层之间的放电现象。但木星上的闪电威力庞大，有些闪电释放的能量是地球上普通闪电的1000倍。极光在南北两极闪耀，类似地球的北极光和南极光，但威力强大得多。地球的极光是由太阳风中的带电粒子与大气分子碰撞引起的，木星的极光是由其自转和磁场驱动的。当木星的磁场扫过太空时，它会从木卫一的火山活动中带走带电粒子，这些粒子沿着磁力线螺旋式地向两极移动，以极高的速度撞击木星的高层大气。结果是极光亮度是地球极光的1000倍，绵延数千公里，横跨极地地区。云带显示风速超过每小时650公里，地球上的喷射气流速度最多可能达到每小时300多公里。木星的风是由其快速自转驱动的，木星自转1周大约需要不到10个小时，尽管它的直径是地球的11倍，但其自转周期却不到地球的1半，这会产生强大的科氏力，使大气形成东西向交替的风带。但最大的惊喜来自木星的卫星。天文学家早在1610年伽利略发现木星的4颗大卫星就已经知道它们的存在了：木卫一、伊奥、木卫2、欧罗巴、木卫3、盖尼米德和木卫4、卡利斯托，统称为伽利略卫星。从地球上看，它们就像一个个微小的光点，没有望远镜能够分辨出地表特征。天文学家可以测量它们的大小、轨道和亮度，但除此之外，航海者号探测器恐怕很难改变这一点。木卫一、伊奥是太阳系最内侧的一颗大卫星，人们曾经认为它会像地球的卫星月球一样寒冷而死寂。导航工程师琳达·莫拉比托正在查看图像，以确定航海者1号的精确位置。他注意到从木卫一的边缘延伸出一道奇怪的伞状雨流，那是火山爆发。那一刻，人类第一次在地球以外看见一座正在喷发的活火山，而木卫一也成了我们所知火山活动最剧烈的世界。航海者号在飞掠过程中发现了9座活火山，后来的观测记录显示，
有超过400个火山中心。木卫一的表面不断被硫磺和稀酸盐熔岩覆盖，使其呈现出独特的黄色、橙色和红色。有些火山喷发出的高度可达地表以上近320公里，喷出的物质速度超过每小时1600公里。火山活动源自于潮汐加热。木星巨大的引力，加上木卫2和木卫3的引力，不断地使木卫一的内部结构发生形变。这种弯曲会产生摩擦，产生热量，融化岩石，并像火山一样爆发。这个过程虽然有人提出理论，但直到航海者号抵达木星，人类才第一次亲眼看见这套机制制造出的活跃世界。这项发现改变了科学家对地质能源的看法，而不仅限于行星内部的放射性衰变。引力交互作用产生的潮汐加热可以驱动火山活动和地质构造运动，这适用于木卫一、木卫2、土卫2，以及可能围绕巨型系外行星运行的系外卫星。木卫2则展现了另一种神秘面纱，它的表面是光滑的冰，纵横交错着裂缝和山脊，陨石坑很少，这表明它的表面很年轻，并且不断更新。冰层似乎以复杂的图案断裂并重新冻结，被称为线状裂缝的长条状裂缝绵延数百公里。某些地区地势崎岖，冰川似乎已经断裂并重新形成，这其中的含义非常深刻。冰层下面可能存在液态水，潮汐加热使海洋保持液态，但强度不如木卫一。撕裂木卫一的引力交互作用可能正在温和地温暖木卫2的内部，足以让冰壳下的水保持液态。航海者号无法证明海洋的存在，证据是间接的，基于地表特征和模型，但木卫2可能存在地下海洋的可能性，使其成为寻找地球以外生命最引人入胜的目标之一。后来的探测任务，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伽利略号探测器，为海洋的存在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磁场测量结果表明，表面下方存在导电层，表面成分显示出可能来自下方海洋的盐分。但航海者号提供了最初的线索。第一个推测是，冰冷的月亮下方可能隐藏着海洋。木卫3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卫星，表面结构复杂、古老、阴暗的地形，遍布陨石坑，地形较年轻，颜色较浅，有沟槽和山脊。月球在其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似乎经历过地质表面重塑。卡利斯托是伽利略卫星群中最外侧的一颗卫星，表面布满了陨石坑，它的表面非常古老，或许数十亿年来都没有改变，与木卫一不断更新的表面形成鲜明对比。航海者号还发现木星有光环，微弱，由尘埃大小的颗粒组成，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土星壮观的冰环。天文学家一直怀疑地球可能有环状结构，但从未从地球上侦测到它们。航海者1号于1979年证实了它们的存在。这些环纹很细很淡，但它们确实存在。这项发现表明，巨行星周围可能普遍存在环状系统，或许所有巨行星都有光环，有些景象壮观，例如土星，其他的则像木星一样暗淡无光。当航海者号离开木星时，他们带回来的数据比之前所有观测数据的总和还要多。数千张图片、磁场测量、辐射环境、大气成分、关于4颗主要卫星和几颗较小卫星的数据、环状系统的发现。这次任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接下来是土星。航海者1号于1980年11月抵达土星，航海者2号于1981年8月抵达。自从伽利略在1610年首次观测到土星环以来，人们就一直在观察土星环。虽然他不明白自己看到的是什么，
但他认为土星有耳朵或把手。直到17世纪50年代，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才意识到土星周围有一个环。到了20世纪80年代，天文学家已经知道土星有多个环，这些环之间有缝隙 ：A 环、B 环、C 环。卡西尼分布 A 环和 B 环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缝隙，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复杂性。航海者号探测器揭示，每一个可见的环实际上都是由数千个单独的环组成的，地球上无法分辨的复杂结构。这些环不是实心的，也不是连续的，它们由数十亿个独立的粒子组成，大小从尘埃颗粒到房屋大小的巨石不等。每个粒子独立绕土星运行，遵循轨道力学定律。这些环展现出波浪、辫子、扭结和辐条的图案，随环旋转的暗色放射状特征。车轮辐条的运作机制一开始并不为人所知，后来的分析表明，它们是由环平面上方尘埃颗粒的静电悬浮引起的。谢泼德卫星是围绕环边缘运行的小型卫星，其引力会驱赶环状粒子并保持清晰的边界。普罗米修斯和潘多拉 F 环两侧有2颗小卫星，利用它们的引力作用，将那个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F 环呈现出与其他环都不同的编织结构，3-4条线缠绕在一起。后来的观测结果表明，随着谢泼德卫星扰动环状粒子，扁状结构会随时间而变化，其复杂程度令人惊叹。土星环不仅仅是碎片带，它们是一个动态系统，引力、轨道力学和粒子碰撞在各个尺度上创造出结构，从绵延数千公里的地形特征到直径仅几公尺的单一粒子。密度波在环中传播，与声波类似，但是由土星卫星的引力共振所引起的。当粒子以特定比例绕着卫星轨道运行时，重负的引力牵引会产生波浪，这些波浪会压缩和稀疏环状材料，形成螺旋图案，还会出现弯曲波。这些因素导致环平面在引力扰动下垂直弯曲。这些环很薄，非常薄，横跨数千公里，但大部分地方只有大约10公尺厚。如果把土星缩小到沙滩球大小，它的厚度甚至比1张纸还薄。土卫6是土星最大的卫星，人们知道它有大气层，太阳系中唯一拥有堪比行星浓密大气层的卫星。早在20世纪40年代，杰拉德·科伊伯就探测到了土卫6光谱中的甲烷吸收现象，人们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航海者1号近距离飞掠，到达距离4000公里以内。为了实现这次近距离接近，太空船牺牲了造访其他目标的机会，允许近距离飞掠土卫6的轨道，阻止了航海者1号继续前往天王星和海王星，所以航海者2号才会接替冰巨人号的任务。但与泰坦的遭遇战是值得的，它的大气层比预想的还要浓厚，地表压力约为地球海平面压力的 1.5 倍。除了金星之外，地球上的压力比任何其他卫星或行星上的压力都高。主要成分是氮，与地球的成分相同，约含 95% 的氮，但其余部分由甲烷和其他有机化合物构成。甲烷、乙烷、丙烷、乙炔，大气中发生的复杂有机化学反应，表面被一层不透明的橙色薄雾所掩盖。阳光分解甲烷时产生的光化学烟雾层，烟雾颗粒是脱磷，一种复杂的有机分子，类似早期地球上可能存在的化合物。航海者号无法穿透地表拍照，摄影机只能看到雾霾层的顶部，但大气数据非常迷人，温度、压力、成分、不同海拔高度的测量数据。土卫6拥有类似地球水循环的甲烷循环，甲烷从地表蒸发，形成云，
然后以降雨的形式落回地面。地表可能存在液态甲烷和乙烷形成的湖泊或海洋，以及流淌着液态碳氢化合物的河流和小溪。阳光驱动的有机化学反应分解甲烷，生成复杂的分子。地表温度约为华氏零下290度，冷到水冰都像石头一样坚硬。但温度够高，甲烷可以以液态存在。土卫6成为未来勘探的另一个高优先目标。卡西尼号探测器后来绕土星运行了13年。惠更斯号探测器于2005年登陆土卫6，传回了第一批来自其表面的影像，揭示一个由甲烷湖、河道和有机沙构成的沙丘的世界。但这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目前来看，航海者号探测器已经揭示出土卫6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界，一颗拥有天气、季节以及由侵蚀和沈积作用塑造的表面的卫星。除了地球之外，唯一一个液体会在地表流动的地方。不过，在土卫6上，那些液体是甲烷和乙烷，而不是水。这与土星的情况不同。2艘航海者号太空船分道扬镳，航海者1号被送入太阳系平面上方的轨道，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星际空间。它将不再造访其他行星。航海者2号继续飞往天王星和海王星，唯一造访过这些遥远冰巨星的太空船，至今依然如此。1986年1月的天王星，天王星很奇特，轴线相对于其轨道平面倾斜98度，它基本上像木桶一样沿着轨道滚动，而不是像陀螺一样旋转。这意味着在其84年的公转周期中，磁极会交替指向太阳和背离太阳，每个极点都会经历42年的持续白昼，然后是42年的持续黑暗。航海者2号揭示天王星的大气层出乎意料的平淡无奇，云层特征不明显，甲烷吸收红光后呈现淡蓝色，风速高达每小时900公里。10颗先前未知的卫星，新增2枚环，使已知的环总数达到9枚。但最有趣的发现来自米兰达。米兰达展示了奇特的地理构造，古老且布满陨石坑的地形区域，紧邻沟壑纵横、山脊和山谷平行的地形区域，巨大的悬崖，包括高达10公里的维罗纳峭壁，高度是火星水手谷岩壁的3倍以上，表面看起来像是破碎后又重新组装起来的。一种理论认为，米兰达是在遭受巨大撞击后解体的，然后由碎片重新组装起来的，不同地形类型混杂在一起。另一种理论则认为潮汐加热起了作用。虽然米兰达目前的轨道没有带来足够的压力，但也许它过去的轨道有所不同，原因尚不明确。但米兰达的经历确实非比寻常。1989年8月，海王星是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距离地球近48亿公里。航海者2号的飞掠是其大巡游的最终篇章。发射12年后，太空船已成功造访了所有4颗外行星。人们曾预期海王星与天王星相似，又一个平淡无奇的冰山巨星，几乎没有天气变化。相反，海王星拥有我们造访过的所有行星中最活跃的大气层，大黑斑，类似木星大红斑的地球大小的风暴，还有一团被昵称为滑行者的明亮云团，每隔16小时绕地球一圈的明亮云团，风速超过每小时2000公里，太阳系所有行星上测得最快的风速。海王星最大的卫星海卫一 Triton 又带来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海卫一绕海王星的轨道方向与正常轨道相反，逆行轨道，与海王星的自转方向相反。对于一颗体积较大的卫星来说，这极为不寻常。这意味着海卫一并非与海王星同时形成，它很可能是从柯伊伯带捕获的。
海卫一显示出活跃的地质活动，但冰喷泉从地表喷发。间歇泉，在一个地表温度为零下391华氏度的世界里，太阳系中测得的最冷表面之一。然而，地质活动活跃，人们认为其机制是季节性升温，即使在海卫一的遥远距离，阳光也能温暖半透明淡冰下的黑暗区域。氮气升华，直接从固态变成气态，产生压力，最终压力导致表面破裂，氮气排放到太空中，携带暗色粒子。这些粒子会以暗色条纹的形式落回地球。随着海王星的探测任务结束，航海者2号的行星探测任务也告一段落。2艘太空船的性能都远远超出了原定参数。他们发现了木卫一上的活火山活动，木卫2表面存在地下海洋的迹象。木星环，土星环中有数千个小环。土卫6浓厚的大气层。米兰达的奇特地质学。海王星充满活力的大气层和最快的风。海卫一的间歇泉。数万张影像和测量数据改变了人们对太阳系外层的认识，而且它们还能正常使用，仍在传输资料，仍然具备科学能力。于是 NASA 做出了一个决定，航海者号星际任务即将开始，太空船将继续向外飞行，寻找太阳影响范围的尽头。此前没有任何太空船到达过那么远的距离。科学家拥有模型和预测，事实证明，一切都是错的。这些行星探测的成功让科学家对他们对太阳系边界的预测充满信心。这些模型对行星来说是有效的，它们肯定适用于日球层顶。第5步，穿过边界，只是星际旅程的第1步。4颗巨行星，至少有可以辨认的表面、云层与卫星。太阳系的边缘却不一样，这是2重等离子体之间的动态边界，结果却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离奇得多。航海者号的发现对未来任何星际旅行尝试都有深远的影响。他们首次直接测量了星际太空船将要穿越的环境，而现实却令人清醒。截至2026年8月，航海者1号已飞行将近49年，它距离地球约257亿公里，大约172个天文单位。听起来很厉害，但当你意识到即使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有多远时，你就会明白这有多厉害了。比邻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距离我们 4.24 光年，约268000 AU， 大约40兆公里。以航海者号的速度，大约需要73000年才能到达比邻星。73000年，比人类有记载的历史还要长，比人类从事农业的历史还要长，比上次冰河时期结束至今的时间还要长。而且航海者号甚至都没朝着比邻星方向驶去，它的发展方向完全不同。大约4万年后，航海者1号会掠过格利泽445，最近时两者仍相隔约 1.7 光年，15万亿公里。航海者号不会进入那颗恒星的星系，它将在星辰间的浩瀚虚空中漂流而过。航海者2号将在大约4万年后从距离罗斯248星 1.7 光年的地方掠过。再次强调，差距太小，无关紧要。这些时间尺度揭示了根本性的挑战。距离如此之大，即使以每小时数万公里的速度行驶，也慢得令人绝望。要让星际旅行成为可能，你需要大幅提高速度，至少达到光速的几%。或许10%的光速可以用于前往附近恒星的合理旅行时间。光速的10%大约是每小时 1.08 亿公里，速度比航海者号快约1700倍。照这个速度，比邻星大约需要42年才能到达。
仍然是一辈子的时间，但这会在人的一生中发生。你发射一艘太空船，或许还能活着看到传回的数据，但要达到光速的10%，需要庞大的能量。航海者号的发现也揭示了其他挑战。星际介质虽然极度稀薄，但并非空无一物，每立方公分约含 0.08 个原子，主要成分是氢和氦。以航海者号的速度，这无关紧要。太空船偶尔会撞击氢原子，冲击的影响微乎其微，但速度达到光速的10%时，每一次碰撞都会变得意义重大。冲击动能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以光速的10%进行碰撞所产生的能量，大约是航海者号速度碰撞所产生的能量的800万倍。氢原子以光速的10%撞上太空船时，单次能量虽小，累积起来却不能忽视。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原子数量很多。一艘横断面积为1平方公尺的太空船，以光速的10%飞行，每秒钟大约会撞击10的14次方个氢原子，也就是每秒100兆个原子。每次碰撞都会释放出微小的能量，但这些加起来就不少了。所有原子撞击累积起来，会形成持续的加热与材料损伤，持续不断的。多年来，这种能量以热的形式体现在太空船的船体中，也包括辐射损伤。每一次高速冲击都会将原子从船体材料中击出，产生缺陷。多年积累下来，就会造成这种情况：材料变脆，电子产品可能会损坏，那只是中性氢的情况。星际介质中也含有带电粒子。宇宙射线，航海者号探测器测得星际空间中的宇宙射线强度约为内太阳系的2倍。宇宙射线是能量从数百万到数十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比热氢更具破坏性。一颗高能量宇宙射线粒子能够深入物质内部，产生一连串的次级粒子。在数十年的旅行中，宇宙射线照射量将相当可观。船上人员需要厚重的防护罩，电子元件需要进行抗辐射加固，生物样本需要保护。航海者号的测量结果为我们提供了辐射环境的基准线。未来的任务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设计合适的屏蔽措施。磁场测量结果也很重要，带电粒子的运动轨迹会受到磁场的影响。银河系磁场很弱，航海者号附近只有大约 0.4 到 0.5 奈特斯拉，但在广阔的距离上，即使是微弱的磁场也会使粒子偏转。对于使用磁帆的太空船而言，磁帆是一种利用磁场与星际介质相互作用的推进方法。了解磁场的强度和方向至关重要。航海者号的测量数据提供了第一手直接数据。海啸波探测结果表明，星际空间并非一片平静，太阳风暴产生的冲击波可以传播数十亿公里，其他恒星可能也会产生类似的扰动。星际太空船可能会遭遇来自遥远恒星爆发的冲击波，这些因素可能会暂时增加太空船飞行路径上的密度或温度，可能会暂时增强宇宙射线强度。了解星际介质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对于规划长期任务至关重要。关于太阳球层形状和大小的发现也很重要。任何离开太阳系的太空船都必须穿越日球层顶。根据方向的不同，这次交叉可能发生在120个天文单位或150个天文单位，甚至更远的地方。了解到达星际空间需要走多远，对于任务设计至关重要。日球层顶也是太阳活动影响显著的最后一个区域。除此之外，太空船就完全独立了。沟通延迟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120天文单位处，讯号单程需要近17小时；到了1000天文单位，
单程就要接近6天，以光年计算，单程超过1年。奥尔特云带来了另一个挑战。奥尔特云是围绕太阳系的假想的冰质天体外壳，距信从大约2000天文单位延伸到10万天文单位，到达距离最近的恒星的1半距离。航海者1号大约需要300年才能到达内缘，大约需要3万年才能离开外缘。即使星际太空船的飞行速度快得多，其大部分旅程也将在奥尔特云内度过。严格来说，它仍在太阳的引力影响范围内。我们不知道奥尔特云中的状况，物体密度是否高到足以构成碰撞风险，是否有可能损坏高速太空船的尘埃颗粒。航海者号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它的仪器在到达奥尔特云之前很久就会失效。但航海者号已经飞行了50年，却仍然没有到达那里。这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太阳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通往真正星际空间的旅程比我们想象的要漫长得多。所有这些现实都使得星际旅行看起来极具挑战性，并非不可能，但所需的技术和能力远远超出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先进的推进系统，速度可达光速相当大的一部分，坚固耐用的材料，可承受数十年的冲击和辐射，无需维护即可运行数十年的电源。通讯系统可以跨越光年传输讯号，由于往返通讯时间过长，无法进行即时控制，因此需要进行自主导航。航海者号探测器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已经测量了我们将要穿越的环境。他们发现，即使是我们所在的宇宙区域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尝试星际旅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挑战和时间安排保持务实的态度。航海者号探测器对未来星际探索的最大贡献或许在于，它证明了将物体送入太阳系之外并使其持续运作是可能的。这些太空船所采用的工程技术，包括冗余设计、简洁性和坚固性，使它们的运行时间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未来的星际任务需要类似的稳健性，但要求会更高。如果航海者号探测器可以运行50年，那么星际任务可能需要持续100年或更久。如果航海者号探测器能够跨越250多亿公里进行通信，那么星际任务则需要跨越10000亿公里甚至更远的距离进行通信。挑战巨大，但航海者号探测器证明，我们可以制造出能够在星际环境中运作的东西，至少可以运作几十年。他们证明了穿越日球层进入星际空间的起点是可能的，但若以太阳引力的疆域来算，他们距离真正离开太阳系还有非常漫长的路。1990年2月14日，航海者1号将相机转向后方，最后一次观测太阳系。该太空船距离地球约60亿公里，约40个天文单位，在海王星轨道之外，朝着日球层顶，当时距离那里还有几十年的方向前进。NASA 指示航海者1号旋转其扫描平台并拍摄一系列图像，太阳系的全家福，6大行星的图片，地球、金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水星离太阳太近，被耀眼的光芒掩盖了。火星太小太暗了，冥王星太暗，无法侦测到。其中一张图片中，地球看起来像一个小点，一束散射的阳光中悬浮着一个比像素还小的淡蓝色小点。卡尔·萨根是推动在航海者号探测器上安装相机并参与制作金唱片的幕后推手。他看到了这张照片，他深受触动，写下了对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最深刻的思考之一。他指出，所有曾经活过的人
都活在那个点上。人类的每一场戏剧，每一场战争，每一段爱情，每一次胜利和悲剧，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粒漂浮在阳光中的尘埃上。从航海者号的视角来看，地球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只是众多行星中的一颗，比木星小，比金星还要暗淡。除了我们知道它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来自那里之外，其他方面都无法区分。这个淡蓝色小点的影像与航海者号在太阳系边界的发现有着深刻的连结。拍摄这张照片的太空船随后穿越了日球层顶，它进入了星际空间，它测量了太阳影响范围之外的银河系。从那里，从真正的星际空间来看，地球就更显得微不足道了。整个太阳系在浩瀚的银河系中只是一个小小气泡，太阳只是数千亿颗恒星中的一颗，日球层只是浩瀚无垠的星际空间中很小的一部分。航海者号探测器的发现表明，即使是我们所在的宇宙区域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对太阳系和星际空间之间的边界都还在了解，那么对银河系又有多少东西需要我们去了解呢？关于宇宙，淡蓝色圆点影像提醒我们注意尺度，我们是多么渺小。从宇宙时间尺度来看，我们的存在是多么短暂。地球已有45亿年的历史，人类可能已经存在了30万年，文明可能持续了1万年，太空探索历史不到70年。航海者号探测器于49年前发射升空，他们已经旅行了相当于人类一生的时间，而且他们几乎还没离开太阳系。他们位于星际空间的起始处，就在日球层顶之外。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是比邻星，它距离我们 4.24 光年，以航海者号的速度，大约需要73000年才能到达。这些太空船并非朝着比邻星方向飞行，大约4万年后，它们将最接近其他恒星，距离超过1光年。真正的星际旅行，即在恒星之间穿梭，访问其他行星系统，仍然远远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说，航海者号是星际探测器，因为它们已经离开了日球层。它们位于恒星之间的空间，但它们并不是前往其他恒星，它们只是随波逐流。然而，它们所取得的成就却是非凡的。2艘采用1970年代技术建造的太空船，飞行距离已经超过了人类制造的任何太空船。它们曾经造访过从未有人近距离观察过的世界，它们跨越了太空船从未到达的边界。他们已经测量了以前只存在于理论上的环境，他们向我们证明，宇宙总是比我们的模型所显示的要复杂得多。真正的测量总会留下模型没有画出的细节。这项探索揭示了我们以前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淡蓝色的圆点影像体现了那种探索精神，回顾我们从何而来，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它，既要意识到它的珍贵，也要意识到它的渺小，然后转身继续向未知领域进发。到2026年，也就是发射将近49年后，2艘航海者号仍在运作，这真是非同寻常。这些太空船设计用于执行5年任务，他们的工作时间已接近原定任务的10倍。第6步，最后的电力，最后的讯号。走了这么久，人们很容易忘记一件事：航海者号并不是永动机，它们正在一点一点失去电力。放射性同位素热电产生器中的波会缓慢无情的衰变，功率输出下降，而且这些电源无法更换或充电。截至2026年8月，航海者1号距离地球约172天文单位，大约257亿公里，讯号单程要走将近24小时。
航海者2号距离地球约213亿公里。两艘太空船相对于太阳的运动速度约为每小时6万公里。航海者1号飞行速度更快，距离更远。每年，航海者1号都会远离太阳约 3.6 天文单位，航海者2号每年大约前进 3.3 天文单位。电力情势十分危急，到了2026年，两艘太空船的电力都已低于发射时的一半，而且每一年还要再少大约4瓦。那不是一个可以充电的电池，是一个只会缩小不会增加的生命预算。每隔几个月，工程师就会关闭另一个加热器或将系统切换到待机模式。太空船内部温度越来越低，有些仪器已经死机，停止运作了。2020年 NASA 关闭了航海者2号宇宙射线仪器的加热器，仪器温度降至华氏-74度，工程师们预料到它会失败，然而它却一直正常工作。这是70年代的工程技术，运转温度比设计温度低40度，却仍能回传资料。但时间不多了，今年工程师已开始永久关闭部分科学仪器，把省下来的每1瓦电留给仍能工作的设备。他们希望至少有一部科学仪器能尽量维持到2030年代，但确切的终点无法写进日历。到了那一天，剩余电力将不足以维持通讯，发射器会停止工作，高增益天线与3具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电机仍留在船身上，却再也无法把消息送回地球。航海者号仍会继续航行，只是地球再也听不见它们，静静地漂流在虚空中，而且它们会一直漂流下去，时间长得令人难以置信。航海者1号正沿着太阳系北方的一条逃逸轨道飞行，大约4万年后，它会从格里泽445，也就是 AC+793888 附近掠过。最近时，两者仍相隔约 1.7 光年。如果该恒星拥有行星系统，航海者号将不会进入该系统，它将在星辰间的浩瀚虚空中漂流而过。航海者2号则沿着太阳系南方的逃逸轨道前进，大约4万年后，它会从距离罗斯248约 1.7 光年的地方经过。在这些近距离接触之后，航海者号将继续在银河系中漫游，它们最终可能会靠近其他恒星。数百万年来，航海者号探测器与恒星及其重力场的相互作用将逐渐改变其飞行轨迹。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两艘太空船都会像其他恒星一样，绕着银河系中心运行，大约每 2.25 亿年完成一次轨道运行。金唱片仍会留在船身上，黄金在太空中不会腐蚀，没有氧气，没有水，没有任何东西会腐蚀金属。如果没有严重碰撞，这些唱片可能保存数亿年，甚至更久。任何文明发现它们的几率几乎为零。宇宙太过浩瀚，航海者号探测器太小了，它们并非瞄准任何特定的恒星，但它们将在那里成为人类前往星际空间的第一批大使，携带着来自某个物种的信息。而当太空船完成哪怕一次绕银河系的轨道飞行时，这个物种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第7部，一张唱片，写给未知的收件人。通讯中有一天会停止，可两艘太空船上还各自带着一样不需要电力的东西，一张直径12英寸的镀金铜唱片，里面装着地球的声音与影像。这张唱片的设计寿命是在太空真空中长达数十亿年。黄金不会腐蚀或氧化，太空中没有氧气，没有水，没有任何东西会腐蚀金属。
资讯以物理方式时刻在表面上，而不是以磁性或电子方式储存。这些凹槽包含模拟音讯讯息，类似于黑胶唱片，但这张唱片并非全程播放音乐，而是精心挑选了一系列地球的声音、影像和音乐。即使太空船的电子设备发生故障，即使电源完全中断，只要你拥有合适的设备，记录仍将保持完整且可读。唱片中的声音经过精心挑选，旨在展现地球的多样性。自然之声，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雨落的声音，雷声隆隆，海浪拍打着沙滩，火山爆发的低沉轰鸣，还有地震留下的低频震动，在海洋中录制的座头鲸的歌声。这些令人难忘、错综复杂的声音可以在水下传播数百公里。多种鸟类的鸣叫声，蟋蟀欢快的鸣叫声，池塘传来青蛙的呱呱声，狗吠声，旨在传达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声音。人声，婴儿的哭声，那象征着新生的普遍声音。人类行走的脚步声，笑声，男性和女性，心跳，维持人类生命的节奏，母亲与孩子亲吻的声音。所使用的工具展现了人类的技术，锤子敲击铁针，金属与金属的摩擦，锯子正在切割木头，拖拉机引擎正在运转。交通工具发出的声音展现了人类的流动性。一辆马车，一种古老的交通工具，火车汽笛声，工业时代的声音，一架喷射机从头顶呼啸而过。唱片甚至收录了土星5号火箭升空的雷鸣。不过，真正把航海者号送上太空的是泰坦3亿半人马座火箭。来自世界各地和人类历史各个时期的音乐，筛选过程或许是最困难的部分。如何选择能够代表全人类的音乐？巴赫 F 大调第2号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1乐章，秩序严密，却又充满活力。贝多芬第5号交响曲，西方古典音乐中最知名的作品之一。贝多芬降 B 大调第13号弦乐4重奏的卡瓦蒂娜，声音更私密，也更沉思。莫扎特的魔笛，戏剧性和美感兼具。史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革命性的，原始的。但委员会也知道，西方古典音乐无法代表所有人。来自爪哇的传统音乐，加麦兰乐团以其复杂的节奏而闻名。来自瑟内加尔的音乐，具有复杂的副节奏和呼应模式。来自扎伊尔的比格米人音乐，现在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澳洲原住民歌曲，地球上一些最古老且持续至今的音乐传统。来自秘鲁的排箫音乐，回声响彻安第斯山脉。尺八，日本音乐，沉思而简洁。中国古琴曲流水，由管平湖演奏，几根琴弦描出水流的层次与转折。印度古典音乐，其曲调和节奏复杂。美国南方蓝调音乐，表达痛苦与韧性。爵士乐，路易斯·阿姆斯壮独特的喇叭声和嗓音。摇滚乐，查克·贝瑞的吉他，歌词描写了美国青少年的生活。格鲁吉亚合唱音乐，具有浓郁的复调和声。小组不是在替全世界的音乐排名，他们是在有限的唱片时间里，尽量留下不同文化表达情感的方式。由卡尔·萨根领导的评选委员会在艰难抉择中苦苦挣扎。每一段音乐，每一个声音，都代表着成千上万众无法被收录的替代方案。期间有争论、辩论和妥协。一些委员会成员希望听到更多当代流行音乐，另一些人则认为古典音乐更能代表人类的艺术成就。有些人想要宗教音乐，
赞美诗和圣歌。但究竟是哪些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本土传统纳入其中一项，似乎会忽略其他项目。委员会力求在代表性和品质之间取得平衡，虽然努力收录多种文化的音乐，但不可避免的，有些文化的音乐占比过高，而有些文化的音乐则占比过低。如何将人类文化的全部内容呈现在一张唱片上？是什么定义了我们？我们该保留什么？我们希望外星文明了解我们什么？用55种语言问候，从古代阿卡德语到现代英语。阿卡德语，一种已经消亡数千年的语言，却代表着人类的古老根源。苏美语，美索不达米亚的另一种古代语言。赫梯语、拉丁语、古希腊语，数十亿人使用的现代语言。中文问候礼，包括普通话、粤语、闽南语和吴语。各位都好吧，我们都很想念你们，有空请到这儿来玩。还有西班牙语、印地语、阿拉伯语、英语、法语与俄语。每句问候都很简短，只有几句：和平与友谊，来自地球儿童的问候。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在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之后，能够加入银河文明大家庭。这张唱片代表了我们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怀抱的希望、决心和善意。几十种语言都表达了类似的情感。这些问候语强调和平、友谊和善意。这是一个来自仍在与战争和分裂做斗争的物种的充满希望的信息。然后还有图像，116张图片以类比讯号的方式编码在唱片里。这些影像并非以可见图片的形式储存，它们被编码为音讯波形，可以解码成视觉图像。每张图像都被转换成一系列色调，代表亮度、每个像素的值、数学和物理定义，以解释我们的科学理解。图是基本数学、二进位数字、实体单位定义、时间、距离、质量。化学结构图显示原子和分子。 DNA 结构即地球生命中携带遗传讯息的双螺旋结构。原子结构图显示电子围绕原子核运作。太阳系结构图，图中显示了太阳和行星。地球是距离太阳第3近的行星。从太空看地球，就像一颗漂浮在黑暗中的蓝色弹珠，展现地球多样性的地形。山峦高耸入云，风蚀沙丘构成的沙漠，植被茂密的森林，有波浪和沙滩的海洋。人体解剖图展现我们身体的结构。生殖过程展示了人类如何繁衍下一代。这些图片曾引起争议，一些委员会成员认为这些措辞过于直白，但也有人认为任何智慧物种都需要了解人类生物学。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年龄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一家人一起吃饭，孩子们在玩耍，运动员奔跑和跳跃，人们在工作，展现人类的劳动。不同文明的建筑风格，中国的长城、泰姬陵、现代摩天大楼，来自不同文化的传统房屋。食物展现人类吃什么以及如何吃，展现人类创造力的艺术作品、绘画和雕塑。技术展示工具、机器、望远镜。一家超市展示了现代化的商品获取系统。交通堵塞则留下现代城市生活的另一面。这是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的一页，展示了支配运动的数学定律。影像被编码成音讯讯号。对于1977年看过早期电视或慢速扫描电视的人来说，这项技术应该并不陌生。线条扫过影像，每个点的亮度都被编码成音讯频率。如果外星文明发现了这张唱片，他们需要弄清楚某些音讯片段编码了图像。
对于一个有能力在星际空间回收太空船的文明来说，这并非不可能的任务。线索就刻在唱片铝制封套上的说明中。铝制外壳本身就是资讯编码的奇迹，上面有图示解释如何播放唱片，转速为每分钟16又2/3转。出于技术原因，选择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唱针的位置和配置，用于追踪唱片纹路。图示说明如何从音讯讯号中解码影像。重建影像所需的计时和扫描参数的2进位表示。一张脉冲星分布图显示了地球相对于14颗脉冲星的位置。脉冲星是旋转的中子星，会发出规律的无线电波脉冲。每颗脉冲星都有其独特的周期，就像宇宙的指纹一样。透过显示14颗脉冲星的周期和方向，地图提供了一种在空间和时间上定位地球的方法。同一张地图也出现在几年前发行的先驱者纪念牌匾上。地图使用脉冲星周期作为宇宙时间戳记和距离标记。由于脉冲星周期会随着脉冲星能量的损失而缓慢变化，因此唱片上的特定周期也留下了它制作年代的线索。制作金唱片是一场科学与艺术的现实合作。卡尔·萨根带领的小组里，有科学家、作家、艺术家、音乐制作人与语言研究者。有人负责声音与音乐，有人设计图像、解码方式与脉冲星地图。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几个月。航海者号探测器是按照 NASA 严格的时间表建造的。由于罕见的行星排列，发射窗口没有灵活性，唱片必须在发射前完成制作、固定和安装。技术限制增加了挑战性。一张唱片所能容纳的资料量受到唱片沟槽间距和唱片直径的限制。音讯品质和时长必须取得平衡。更高品质的音讯会占用更多空间，从而限制了可以包含的内容。影像解析度必须与影像数量相平衡。图片越多，每张图片的解析度就越低。每个决定都涉及权衡取舍，每增加一项内容，就意味着必须舍弃其他内容。这张唱片从来不是一幅完整的地球肖像，它是1977年一小群人在时间、容量与文化视野都有限的情况下做出的一次选择。它有缺口，也一定有偏见。正因如此，它才更像一封真的信。写信的人不可能说完一切，只能决定最想留下什么。而他真正留下的问题是这一个：如果只能用一张唱片介绍地球，我们会怎样介绍自己？什么值得保存？什么又能超越文化与时代？卡尔·萨根和他的团队知道，这张唱片被发现的几率微乎其微。在浩瀚的宇宙中，航海者号探测器只是微小的物体。银河系包含数千亿颗恒星，恒星之间的空间浩瀚无垠，难以想象。航海者号恰好掠过一个恒星系统，又被文明发现的几率低得难以估计。即使有太空船靠近某个恒星系统，在适当的时间在那里存在着技术先进的文明的可能性也更小。今天我们知道，行星在银河系里十分普遍，可要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位置遇上一个能辨认并回收这张唱片的文明，仍然近乎不可想象。这张金唱片最可能的命运，不是被谁播放，而是一直沉默的旅行。它能保存多久？没有人知道。微尘、辐射与无法预测的引力相遇，都可能慢慢改变它的命运。对我们而言，制作这张唱片的过程本身就有意义。它迫使人类在有限的空间里认真决定自己最想留下什么。金唱片记录了1977年地球的景象，其中有些语言在当时就已沉寂了数千年。
有些仍在使用，却已变得更加脆弱。而影像里的生活方式、建筑与技术，也有一部分留在了1977年，但它就像一个时间胶囊，一个被丢进宇宙海洋的漂流瓶，宣告我们曾经在这里，我们曾经存在，我们曾经拥有思想、情感、文化和梦想。如果永远找不到，也没关系。价值在于创造的过程，而非发现的过程。其价值在于思考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才是永恒的，以及我们想如何表达自己。现在，那张唱片已经进入星际空间了，它被安装在航海者1号上，以每小时6万公里的速度穿越星际介质。而这艘太空船帮助我们发现了星际介质。它乘坐的飞行器是由一个可能已经存在了30万年的物种建造的。在宇宙时间尺度上，这不过是眨眼一瞬。4万年后，当航海者1号从距离格利泽445约 1.7 光年的地方掠过时，人类文明还能留下什么痕迹吗？地球还会适合居住吗？我们是否已经扩散到其他恒星了？我们会灭绝吗？没人知道。但这张金唱片依然会在那里，依然完好无损，依然承载着它的讯息。这是对一个年轻物种仰望星空，勇敢地将自身的一部分送到未知领域的那一刻的见证。第8步，下一个答案要交给下一代人。航海者号没有回答所有问题，它真正做的是把我们原本不知道该问的问题一个个送回地球。从发射到完成海王星飞掠，整个航海者计划的成本约为8.65亿美元，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是数十亿美元的长期投入。这笔钱换来的不只是一批照片，也不只是一项任务的成功，它让同一批仪器跨越数十年，从巨行星一路量到星际介质。更重要的是，航海者号把下一代任务最需要知道的风险、距离与未知数提早摊在了人类面前。一项由 NASA 资助研究的星际探测器概念正在尝试回答下一个问题，它仍处于概念研究阶段，并不是已经获准执行的任务，也没有确定的发射日期与预算，但科学目标是明确的，回答航海者提出的问题。星际探测器从一开始就被设计用于执行星际任务，更强劲的动力、更长的使用寿命、更好的仪器、更快的速度。目标是在50年内达到500至1000个天文单位，比航海者号航行的距离远5到10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太空船需要以大约每小时13万至26万公里的速度飞行，速度大约是航海者号的2倍或更高。这需要更强大的发射系统，或利用太阳能热推进进行近距离太阳飞掠，或其他一些先进的推进技术。科学目标包括更详细的探索日球层的鼻子和尾巴。航海者1号从鼻尖附近飞过，航海者2号向侧面横穿而过。那么，被封面的长尾呢？它延伸到多远？它的结构是什么？星际探测器也将对太阳外层进行更有系统的探索。航海者号沿2条轨迹进行了点测量。星际探测器可以绘制更大区域的地图，测量其性质如何随距离和方向变化，而且它会深入星际介质更远的地方。从银河系尺度来看，500到1000天文单位仍然离太阳非常近，但这个距离足以让我们了解航海者号测量的星际介质特性是否具有典型性，或者它们是否会在更大的距离上发生显著变化。这次任务还可以寻找日球层顶弓形激波，如果存在的话，模型预测星际介质中存在弓形激波，大约在140到230天文单位。但鉴于模型对日球层顶本身的描述有多么错误，弓形激波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星际探测器或许能找到它，或许找不到。无论哪种结果都具有科学价值。该太空船可以携带先进的粒子探测器来更好地表征银河宇宙射线，磁力计来绘制银河磁场图，等离子体波仪器来探测星际介质中的湍流和波，甚至可能携带一台相机从外部拍摄太阳系，从星际空间拍摄一张全家福。但这项任务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设计工作正在进行中。即使一切顺利，资金也尚未到位。即使未来获得批准，从设计、发射到抵达主要科学区域，也会是一场跨越世代的接力。设计这项任务的科学家可能活不到看到它的主要成果。这就是星际探索的现实。这些时间尺度比人类的寿命还要长。当航海者号探测器发射升空时，许多分析其当前数据的科学家甚至还没出生，维护深空网络的工程师在太空船建造时还未出生。如今，能够看到航海者号最后讯号的人们很可能还是小学生或更小的孩子。在这样的时间尺度上，科学需要机构的投入、世代的延续，以及愿意启动那些你可能无法亲眼看到其结论的计划。但这就是探索的本质。刘易斯和克拉克探索了美国西部，但定居经历了数代人的时间。麦哲伦的探险队完成了环球航行，但他在航行完成前就去世了。阿波罗计划将人类送上月球，但我们已经超过50年没有重返月球了。进步并非线性发展，而是断断续续的。快速发展期之后是巩固期甚至衰退期。航海者号代表了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刻，当时资金充足，技术成熟，行星排列有力，并且有机构意愿去尝试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那样的时刻或许还会再到来。星际探测器或许会发射，人类或许会向星际空间发射更多太空船，也或许不会。航海者号探测器或许在未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内，都将是唯一直接对星际空间进行过采样探测的太空船。无论如何，他们的发现是成立的，数据是存在的，测量结果已记录，这些意外情况都有记录。未来的任务将以航海者号探测器所学到的知识为基础。但即便没有后续任务，航海者号也取得了一些永久性的成就。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太阳系边缘、恒星之间的空间里有什么。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奇特、更复杂、更动态。他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总有一天，最后一个讯号会抵达地球，它也许只是一串遥测数字，也许是一部仪器最后一次正常工作的回报。控制室里的人可能早已不是今天这一批，可当那条讯号线终于变平，航海者号并不会停下，他们只是不再说话。前方没有目的地，没有预定的抵达时间，只有星际介质、宇宙射线，以及漫长的超出人类尺度的黑夜。航海者1号会继续朝格里泽445的方向飘去，航海者2号会在大约4万年后掠过罗斯248附近。两者都不会真正抵达那些恒星，他们只是路过。但这并不削弱这趟旅程，因为1977年，人类没有等待一切都弄明白，才决定出发。我们带着有限的电力、有限的记忆体，还有一张小小的金色唱片，把2艘机器推进未知。将近半个世纪后，他们传回来的不只是一组数据，还有一个更诚实的答案：太阳系的边界不是一面墙，星际空间也不是一片死寂。我们以为熟悉的宇宙后院，仍然藏着足以推翻模型的陌生事物，而科学真正动人的地方，或许就在这里。
不是永远猜对，是有勇气，让现实告诉我们错在哪里。2艘航海者号还在向外飞，下一个问题也已经在路上。